我答应你，10年之后，我与你牵着俊逸和他的孩子，漫步在这片红豆山中。10年花月，不许回言。绝不回言。花憔悴，苦酒都是泪，别再让最爱的人伤悲。是我情愿。我们回去吧。哎，别拿了。不要害怕，站在我身后。魏晋，魏晋，魏晋，魏晋。魏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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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魏晋。什么？大将军这次遇刺，奋战而伤及心脉，这几日情况已是越来越坏了。这说过一定要治好大将军。臣等已想尽所有办法，可大将军毕竟征战多年，已积下不少旧患内伤，这次新病旧患一并复发，他恐怕坚持不下去了。朕不能失去大将军，加派御医，直到治好为止。否则就不要再来见朕。诺。你说刺客全是常年周转于长安和西域之间的胡商？是，且都是士族出身，常对大汉有不满之言。只是刺客全部被杀，尚未查出是否有同党或背后主谋。继续查。最近还要留心边防，以防外敌先发制人。诺。陛下，去寝县的人向皇后报讯没有？皇后何时能到长安？信使在寝县，没见到皇后。什么？信使到寝县，镇平大队仍在给民众派发米粮，但皇后与段中尉带着小队人转去了平阳县。他们怎么突然去了平阳县？也没有派人来禀告朕。信使已经快马加鞭去禀告皇后了。
你再多派人马去追皇后，务必要她速回到长安。诺。外加大将军府。诺。此事必有蹊跷。到寝县报讯的人明明说，皇后墓坟被水冲塌，但方才发现坟墓无恙，连看坟的人也称不曾派人来报。偏偏此时弟弟遇刺，那究竟是谁？是谁要陷子父于如此绝境？一定要回去，一定要马上回去！皇后，目前根本走不了，回城的桥梁因山石坍塌而断。桥断了可走山路啊！山路狭窄，仅单程可行，马车根本无法通过。外加现在暴雨不断，走山路实在太危险了。子父曾经孤身一人，走过横尸遍野的山头，如今也不怕走着风雨交加的山道。段大哥，我一定要赶回去。卫青定在垂危之中，否则皇上不会一招再招。我一定要尽快回去见卫青，求段大哥帮帮我。卫青是我兄弟，我何尝不想马上见到他？但是，我现在更要顾及你的安危。我的安危？多少年来，卫青都是处处护我，出生入死，从未想过自己的安危。如今弟弟危在旦夕，我怎能只顾一己之安，置他于不顾？他做的一切就是保你平安，所以你更不能出事。从小，我与卫青以相伴照顾，我每次痛苦无助，每次身陷险境，他都舍身相护。而如今，他重病在我，生死未卜，他现在最需要我，我这个做姐姐的，岂能不在他身边？手足情深，岂是这疾风暴雨可以阻挡的？这些时日在外，我常常梦到他。昨夜我还在梦中见到，我与他回到童年，他为我抓鱼，我帮他补鞋，同甘共苦，相扶相持，一切那么美好。可如今，我知道他一定在等我，一定很想见到我。上天既然赐给了我这么个同甘共苦的弟弟，他也会让我们一起共度此关。段大哥，我明白，你见不到卫青，比身陷风雨还痛苦。那我们就冒一次险，我护你单骑奔回去，即刻出发。你好好养病，外敌暂没有任何意图，你不用担心，朕一定会为你报仇。谢陛下。卫青，你连千军万马都尽踏于脚下，一定能渡过此劫。你有振作。臣这一生，所有功名，为帝所赐，感激陛下提拔上士，与臣机会。陛下赐予臣一如伯乐相马，实际不得伯乐，安得千里之足？这一切皆是你该得。你浴血沙场，纵横大漠，为朕立下靖边攘夷的赫赫功劳。谢陛下信任。如若陛下顾念臣曾为汉室立下战功，可否允臣一试？你有何要求，朕都必答应你。你尽管说。臣这一生尝尽人生百味，一时无欲无求，如今只有一忧，就是臣的姐姐。有朕照顾，你无需担忧。陛下，前听风云诡谲，后宫莫不如是。臣担心有朝一日，姐姐为人所害。朕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。姐姐一生心系陛下，其心日月可见。可沧海桑田，
变幻无常，若能以朕的汗马功劳换陛下一诺，你说，无论今后发生任何事情，请陛下念在朕的毕生功绩，保姐姐余生安稳，一生无虞。好，朕答应你。谢陛下。你坚持住，你姐姐一定会回来见你的。苍天呐，你已经带走了我的乖女儿，难道还要带走我的贤婿吗？你要带就带我走吧，我这把老骨头，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。起来，大将军一生戎马，保卫家园，苍天一定会保佑英豪，让他度过这一难关的。人生在世，重要的是不枉此生，其他的不需要牵挂。我知道你会照顾3个孩子，如今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放心不下的是姐姐。我答应你，只要我在，谁也动不了子父。要伤子父，就先杀平遥。对不起，公主，为情不能践行承诺，与公主服10年华约了。幸福与否，不在岁月长短，与你携手的时光，即使是须臾，我也永世难忘。我为情，从一介马奴到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将军，总算对得起父母，对得起哥哥姐姐。在我最后的日子里，还能与公主相伴，此生足矣。如若能让我再见姐姐最后一面，我便此生无憾。你一定可以见到姐姐，一定可以。苍天在上，望能怜悯子父为卿姐弟情深，祝子父早日赶回，见卫青一面，让他们姐弟无憾诀别。陛下，陛下，皇后回来了，到哪里了？已经过了新丰，很快就可以入城了。赶回来就好。参见皇后。参见皇后。姐姐回来了。卫青，
回来了，你不是答应过姐姐吗？你不是答应过吗？在天下太平之时，会安享这半生征战回来的福乐。弟弟，你醒醒啊！你起身看看姐姐。姐姐回来了，你答应过姐姐，我们姐弟要闲来共聚，细说小时的种种苦乐嘛。卫青，如今你有良妻，有孝子，有我们小时做梦也不敢想的一切，你怎么舍得唯诺而去？姐姐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，你是上天给姐姐的最大恩赐。姐姐这一生最自豪的就是有你这个好弟弟。姐姐以你为荣，你安心的去吧。卫青一生戎马，7战7捷，战功足可彪炳千古。朕要将卫青厚葬于茂陵的另一边，让卫青与霍去病一左一右，今后常伴在朕的身边。全军将士必自大将军府列队至茂陵，齐齐送别大将军的灵柩。臣遵旨，臣定将一切办之妥当。卫青不仅是朕的干城大将，更是朕亲如手足的家人，定要为大将军风光大葬。朕定会亲临他的小殓和大殓，让他生前身后尽享荣耀。臣替卫青谢陛下隆恩。你先下去办吧。诺。等等，陛下有何吩咐？子父、姐姐，你们要小心身子，丧事朕自会处理，你们放心休息吧。多谢弟弟关心。我与皇后相陪，开解劝慰，心神已平静了不少。陛下，臣妾想多留一日陪姐姐，请陛下恩准臣妾明日再回宫。就依皇后的意思办吧。姐姐与卫青夫妻情深，朕会于卫青的大殓之期，作辅当心，以谢他巩固江山，所见功勋，以表万世。作辅当心，作为臣子，卫青得陛下以手安心，用此至高仪节告别，是他莫大荣耀。谢陛下如此厚待，这是他应得的。丧礼一切事务，朕已交代段宏操持，你们可与他再做参详。
臣定当竭力筹办，让魏大将军尽享哀荣。请陛下、皇后、公主放心。有段大哥悉心打理卫青葬礼，子父一定放心。这下你痛快了吧？一切都依你的计而行。哼，我不过是找人报个假讯，让卫子夫与段宏急奔平阳下看母坟，狗皇帝就中计，断定他们有私情。哼，什么英明盖世，什么九五之尊，为了一个情字，照样被嫉妒迷信。又恰巧卫青遇刺而死，皇后失去了靠山，段宏远走，就连平阳公主和那议长者，都一同离开了长安。皇后示弱，之前你说的什么天时地利人和，果然是厉害。当然了，事已时迁，我们的大好时机来了。哼，只是李姬一直服用的天香丸，虽然可以让她体香诱人，但如今天香丸的毒性已经蔓延，我也没有研制出解药来。她如今怀着龙翼，身子却每况愈下，长此以往，轻则颜貌尽毁，重则毒发身亡。若她母子不在了，你就失去了靠山，不可以自由出入皇宫，行你的复仇大计了。所以，我才要你这个无色无味、银针也测不出来的毒药。你要用这毒药毒死谁？皇上、皇后，还是……都不是。我怎会就此便宜了他们？那你要用这毒药毒死谁呀？夫人，你快醒醒啊！夫人，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发生何事？陛下，夫人她怎么叫也叫不醒。快传御医。诺，李琦，李琦，你不是说有话要对朕说吗？女儿，女儿，女儿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来了？何时发现李夫人出事的？她今日见过何人？发生过何事？陛下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陛下，我的女儿她，女儿啊，义父来迟了，你怎么抛下义父呢？你怎么就不等义父啊？李夫人，为什么就带着孩子走了呢？你醒醒！义父来迟了，对不起你。你急忙叫我进宫来，一定有什么事情告诉我。女儿啊，你快起来告诉义父。这是什么？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皇后是在读谁的书札？是姐姐送来的。她已经与喜娘、易叔叔到达平阳县故居，正准备去王母坟前替卫青祭拜。朕还以为是段宏留给你的书札呢。他走得匆忙，未及道别。我也期待他早日报个平安。启禀皇后，李夫人的安胎汤已经备好了。安胎汤。臣妾近来都有吩咐厨房为李夫人做些安胎汤，现在就送过去，免得凉了不好。不用了。为什么？李夫人死了。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死了？她是中毒而死的。谁人下毒？朕也想知道。或许
要问皇后你，陛下此言何意？最近皇后一直在给李夫人送汤。陛下是怀疑臣妾毒死李夫人？是朕不得不依。这是她死前留下给她义父的书帛。义父亲谏，女儿惶恐，不可终日。皇后外侮，秽乱宫闱。什么？臣妾一向清白，怎会如他所说，与段大哥有奸情？他这是污蔑、陷害。难道他用自己和腹中龙翼的性命来污蔑陷害？这绢帛和凝香墨都是朕所赐，字迹亦出自他手，所以书帛也不可能是伪造。当初说不敢告诉朕，所以急找袁书商讨，朕也可证他死时，袁书是受急召刚到。他上面说，惧怕臣妾与段大哥的事情因被他发现而杀人灭口，所以他的死，陛下认为是臣妾做的，是吗？陛下相信这是实情吗？朕不知道该相信谁。每次见你，你都是清白无瑕，心明意净。可是陛下还是怀疑臣妾了。朕也不想怀疑，但是朕确实没有证据，以证明李夫人所言为虚，也不能证明你与段宏清白为真。陛下何出此言？最近发生林林总总，都让朕不得不怀疑，你与段宏之间的情谊到底有多深？请陛下明示。你对他的关顾，他对你的守护，都是义无反顾，舍身忘己。那只是兄妹之义啊！你们乘朕嫔之便，结伴离队返乡，并无通知朕。臣妾已说过，那是街道家。而且你们二人同骑一马回来，态度亲昵，是朕亲眼所见。臣妾见弟弟心切，无奈大雨断桥，山路只容一骑，段大哥才出此下策。段宏也是这样说，因为这是事实。可到底是事实，还是串通一气？朕已经分不清了。朕还以为调离段宏可以。陛下是为此才调段大哥去守墓，而不是为了臣妾，为了弟弟。陛下竟然因为臣妾要赶回来见弟弟，而错怪段大哥。子夫是在怨怪朕吗？你第一次与朕争辩，是为段宏丧父，如今第一次怨怪朕，也是为了他。看来你们果真情谊深厚，那为了对方杀人灭口也不为奇。陛下如此妄下定论，也算是明君吗？这也只是依目前的证据而言。臣妾只希望陛下不要受妒火所逼，查出真相，还臣妾与段大哥清白。朕一定会查，但愿事实真相如皇后所言，你与段宏既无杀人，亦无苟且。皇上裁命大人往茂陵为魏大将军守坟，何以在半路又急召将军回京啊？长安传来消息，说李夫人突然离世，不知是否为此有新的任务。待我明日到达长安，入宫觐见皇上，才有分晓。你去歇息吧，明日一早还要赶路。诺。我是宫中李夫人的义父，
李夫人刚刚仙逝，我奉皇上之命，为李夫人祈福安魂，所以还请店家这几日专为我准备些糙米粗食。大人节哀，我定会安排的。啊，有劳店家了。大人，您的房间在这边。啊，请请。这之字上半部也是后字上半部，之与后二者相近。兄弟应该与我朝当今皇后颇有渊源。这之字又可拆为节，以之字论你一生，可用3句话来概括：半生功名，一生寂寞，情路坎坷。我知道你是谁，既有心引我来此，又何惧现身？我已了得剑法高明，但这方氏的皇子到底有何企图？陛下屏退左右，是李夫人之死已查出什么？还是有什么话想问臣妾？朕来是想问段宏的下落。段大哥不是前往茂陵为弟弟守坟吗？朕召段宏折返，但他失踪了。失踪了？那他可会遇到什么危险？他身手不凡，能遇到什么危险？但愿他不是因为李夫人揭出秘密而畏罪潜逃。看来陛下已经认定我与段大哥有私情，有罪责。那敢问陛下，可有查出什么真凭实据？朕也想查，但人都失踪了，如何查？陛下，臣妾一直在想，如今一切都与李夫人之死有关。若能找出死因或有眉目，臣妾在宫里也每日在钻研李夫人所中何毒，望能找到真相。幸好西域打通了，从前无所知的药物，如今也发现了。原来西域有奇花异草，足能做到无色无味的毒药。陛下，这就是皇后所言的真相。或者这才是真相。这是你亲手赐予段宏，内有他附近坟土的锦囊，是他随身之物，别说你不认得。段大哥的锦囊，臣妾当然认得，但怎会在此？因为段宏他刚刚在此。不，否则如此特殊的锦囊，你早就应该发现，侍女清洁打扫也该会发现。定是有人栽赃嫁祸。
李夫人说你与段宏有私，你说是诬陷。朕在你寝室亲手拾到段宏的锦囊，你说是嫁祸。是谁诬陷，谁嫁祸？是朕吗？陛下，事实并非陛下所见。段宏孑然一身，最亲近的就是你。段宏失踪，朕不得不来问你。但朕本是想在你清净明白的言辞之中，解除朕的疑虑。真没想到，原来朕却证实了这一切的疑虑都是真的。请陛下息怒，臣妾确实没有见过段大哥，如今他下落不明。启禀陛下，廷尉急报，于宫外抓住段中尉。如今下落就清楚明白了。好，把他押来见朕和皇后。诺。下去。诺。段宏，皇后听闻你失踪，恐你遇到不测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臣于折回长安途中，突遇偷袭，才没有及时回宫面圣。可有受伤？并未受伤，只是被迷香迷昏。醒来之时，已离未央宫不远。若是偷袭，为何只是迷昏你，而没有杀了你？臣也不知道。臣也觉得此事蹊跷，急于查明，所以即刻回宫。还是偷钱回宫被发现后才假装赶回宫啊？陛下何出此言？因为你与皇后毒杀李夫人，事情败了，你偷偷潜回宫中，与皇后商量对策，是吧？陛下，李夫人之死，怎会与臣和皇后有关？你与皇后的私情被李夫人发现，你俩联合毒害了她，没想到灭口无用。他死前已留了书帛，揭发你俩苟且之事。陛下岂可妄作定论，血口喷人？皇后何以盛怒至此？难道是心虚？是因臣妾无端被污蔑，还是怕你的段大哥被捕为阶下囚？陛下，皇后一心向陛下，怎会与臣有私？若无私情，无杀人灭口之事，你又为何在面圣之前偷偷去见皇后？臣刚入宫，又何以先见皇后？这是什么？这锦囊是朕在皇后寝室发现的。你若从未去过，锦囊为何在此？陛下，段大哥曾被迷晕，身上物件应是当时被偷。臣妾殿中进出的人众多，要想放一个锦囊，有何难？陛下，臣怀疑陷害皇后与臣的一切阴谋都是一人所为。是谁？李夫人的义父袁叔。袁叔与你二人皆无旧仇，为何要设计陷害？臣也不明白。但这次袭击臣的的确是袁叔，而且他出手不凡。真的？荒谬！臣妾亦相信袁叔有诈，他与李夫人绝非泛泛之辈。而且李夫人当日变脸，臣妾也早见识过。朕如今也见识了皇后的变脸。此事牵连陛下英明，皇后清誉，还是请陛下明察秋毫。臣有证据，可证明李夫人义父正是害臣之人。好，那朕就召袁叔入宫，让你们心服口服的认罪。
拜见皇后。参见陛下。皇后带着盘水与剑来，是想效仿朝中大夫蒙冤在身的盘水加谏。端平盘水，请天子公平裁决。若查明臣下不忠于君，将以此剑自刎。陛下，段宏愿与袁术当殿对簿，洗清冤情。臣妾既设此案，也请陛下一同裁决。如非冤枉，臣妾当以此剑自裁，以正国法。皇后，你我尽是清白，有何可惧？就只怕审判不公。好，你二人若是无罪，朕为你们证明。倘若真的不忠于朕，就让你们正法，让皇后盘水加谏，朕要公平审判。小人愿为义女，与段大人对簿，只求为义女讨回公道，安其在天之灵。袁叔，段中尉指控你用迷香施袭，偷他锦囊，放于皇后寝室，栽赃嫁祸。小人与段大人无冤无仇，为何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？陛下，此人心怀叵测，不是早怀恨于臣，就是怀恨于朝廷。几年前，他曾假扮方士，无故为臣死。哦，哼，原来是你呀！我记得了。陛下，小人曾在城外酒寮算卦，见过段大人。若无记错，当时就算出段大人和皇后颇有渊源。果然不假呀！朕也听过段宏测字之事，真没想到，当年我测出大人与皇后有私，如今我女儿竟因此而死。你捏造事实，一派胡言！你先是以迷香施袭，取我锦囊，再至于皇后殿中，全都是你早有预谋的圈套，以陷害我与皇后。你有何证据？证据就在他身上。臣遇袭时，曾出掌击伤对方，相信袁叔的右肩仍留有掌印。若见掌印，就可证明袁叔栽赃嫁祸，连同李夫人之死，也另有文章。陛下，小人为了证明清白，只好失礼于大殿。段大人看清楚了，小人身上可有掌印伤痕。当中定有蹊跷。你特意出现在驿站，诱我追踪到郊野，相信一定都是你的盘算。你，陛下，小人痛失爱女，奔走各地以查找真相，栖身于各处驿馆旅社，岂有盘算？可幸苍天见怜，让小人找到人证，并斗胆带进宫来面圣，一揭真相。此人是谁？就是段中尉抛弃之妻骊姬。宣骊姬觐见。民妇拜见陛下。皇后。骊姬，见到皇上，尽可说出真相。当日，段大人为何要休弃你？当日被休，说是因民妇无所出，但实际上是因为段大人
心有他人，无法放下，不忍负我。其实，民妇与段大人徒有夫妻之名，未曾行周公之礼。几年相处下来，只觉得段大人对皇后处处关怀，甚至私下约会。就在陛下赐婚的那一天，民妇亲眼看见段大人烧毁与皇后的情书。李姬，你为何捏造假证词，污蔑我？我只是说出我的所见所闻，可全是不敬不实，够了！除了皇后和段宏，一干人等全都退下！诺。诺。盘水加减，公平裁决。段宏，如今人证都证明了你的不忠。陛下，骊姬所说全是虚言。臣对陛下一直忠心无二，否则不会孤身赴淮南，九死一生，连父亲都未能送终。你是在埋怨朕？不是埋怨，只是报憾亦报冤。说臣不孝，是有；说臣不忠，太冤。你不孝，那当年皇太后为田汾之死要杀你，朕逆母相护，也是尽意忘孝。那是因为陛下英明，知道段宏无辜，田汾该死。臣父西域寻张骞为陛下分忧，才错失救人时机。田汾却陷害忠良，意图谋反。但是你劫法场，假传圣旨，罪应处死。可朕仍是保你，在皇太后面前替你掩饰。当日陛下暗立宫禁，臣也在兰陵殿上拼死阻拦窦太皇太后，替陛下隐瞒。如今想来，当日你到底是忠君尽责，还是为守护兰陵殿的主人，也未可知。段大哥在陛下身边多年，忠君护君，出生入死，陛下何以如此猜夺？不是猜夺，而是摆在眼前的事实。陛下，臣确实与皇后没有私情，一切都是段宏一厢情愿。你是承认，一直割舍不下的女子，就是与你青梅竹马、有结发之谊的卫子夫，朕的皇后。陛下，但皇后一心向陛下，知我痴情，既小以大义，断书断情，请陛下明鉴。陛下，段大哥顶天立地，一直以兄长的身份守护臣妾，从无越礼越规啊！皇后处处维护段宏，可曾顾及大汉之君的颜面，你夫君的感受？正因臣妾视陛下为此生挚爱，才会心痛，才会不顾礼节地劝告陛下。
不要错怪忠良。朕看不出你对朕是何情意，倒看清楚你与段宏的关切情真。臣眷恋童年结发情谊，的确有罪。听凭陛下发论，若臣之死能令陛下息怒息疑，作为陛下的忠臣，皇后的大哥，臣死而无憾。好。朕就如你所愿。禁卫何在？在。段宏擅离职守，有负圣恩，押下去。明日午时处斩。诺。陛下。至于皇后，封功戴罪。女儿啊，你可以安心魂散升天了。皇上英明，一定不会让你枉死的。小人拜见陛下。免了。谢陛下来悼念李夫人。李夫人殒命，后宫诸事烦乱不清。朕出来走走，静一静心，理一理思绪。陛下，事情不是已经清清楚楚了吗？就是皇后与段宏私通。别说了，陛下息怒。小人知道，陛下仁厚重情。即使皇后与段宏弃君往上，陛下仍顾念情谊。只是我的女儿不知啊。他死得好冤呐！不要再提了，朕没说要姑息养奸。明日，段宏按时执行。朕想静思，你先退下吧。敢问陛下，那皇后呢？段大哥，子夫是来放你出去的，你快走吧。你放了我，不但会背上为之死罪，更难以保全清白芳玉。害你的事，我段宏绝不会做。臣恕难从命，皇后请回。皇后，子夫，快起来！段大哥，子夫今日以妹妹的身份跪求大哥，大哥快走吧。这些年来，大哥为了护妹妹，尽心竭力，子夫敏感五内无以为报。若大哥被诬枉死，妹妹一生难安。若我一走了之，祸及于你，我又如何能安？大哥枉死，子夫就能避祸吗？皇上正在气头上，大哥一死，妹妹也不一定幸存。反为亲厚者所痛，见仇者所快，公理不得彰。求大哥速速离开，留有用之身。段大哥，子夫求你，快走吧。正如妹妹所言，枉死无益。好，我走。但我走不是为了逃活避死，而是要去面对，要为你洗脱污名，
保你安然无恙。朕只是静思一日，竟然封宫的出宫，下狱的逃狱，宫中禁卫、狱内行卒竟然形同虚设，连你也有拖延禀报之罪，难道个个都不怕死吗？陛下恕罪，小人只是……大司马大将军卫青见驾！乱传什么？卫青已死！大司马大将军卫青见驾！平阳公主见驾！长公主平阳，大司马大将军卫青，恭请陛下圣安。姐姐带卫青的铠甲入宫，看来是为皇后和段宏求情而来。我今日是为忠贞不渝的贤后和披肝沥胆的忠臣而来。姐姐何以断定他们是贤后忠臣？敢问陛下，可知皇后为何能出宫？段宏何以能出狱？姐姐是想说他们的忠贤得众人归心，宁死也要相互舍。如果弟弟都知道的话，可朕亲眼所见，亲耳所听。人证物证都指控他们背朕暗通，若姐姐亲睹证据，也会怀疑这表面的忠贤只为掩饰奸情。即使有如山的铁证摆在我的眼前，我也信皇后。皇后以心待人，我与众人是以心感受，绝不会被一物一言的伪证所动摇。弟弟与子夫多年夫妻，朝夕相处，难道只因为一时激怒，便漠视子夫对你多年的心思情谊？愿弟弟迷途知返。既然公主不知就理，勿需多言。我不知就理，只是答应卫青，只要我在，谁也动不了子夫。若要伤子夫，先杀平阳。公主与皇后这姑嫂之情，竟深厚到生死相护。姑嫂情再深，都比不了你我姐弟情深。我不想弟弟追悔莫及。皇后之罪，朕自有定夺。公主请回。陛下，要定皇后的罪，臣就率众跪在宫门前，直到陛下回心转意。皇后德行惠及众人，夏之香囊，满室迎放；冬送裘衣，寒宫比阳；春酿百蜜，天下甘饴；秋收善果，福泽绵长。相信我能一呼百应，一同归宫，见君。天下之人，难道只信皇后贤德，不信皇帝英明？几日前你被击伤右肩，这浊河子能散瘀去血，是疗伤良药。来者何人？来抓你的人。当日我追踪袁术到郊野，他突然消失，之后向我下迷烟的人，就是你吧？当日你与袁术通谋，以迷烟迷昏我，再盗取锦囊，诬陷我与皇后的人，就是你。可惜你也因此暴露了行踪，
你用以治迷烟的迷香草，在长安城内并不多见，只要一问，你就无所遁形。依药谱所言，你对各种毒物皆有涉猎，李夫人之死，是不是和你有关？绝对与他有关。这里毒物众多，都可置于死地，而这个，应该就是皇上赐给李夫人的绢帛。还有这个布帛飘香，上面的字用的就是御用凝香墨，就是他临摹李夫人的笔迹，作为污蔑你和皇后的证据。朕真怀疑，你对朕的夫妻之情，到底是真心实在，还是虚情假意？既然多年相依相许之情，陛下只当灰飞烟灭，那臣妾留着这些定情信物，又算什么？睡子夫！陛下要杀臣妾吗？你以为朕不忍杀你吗？情若断，虽生有死。陛下要杀臣妾亦无惧。臣妾只是怕臣民会知，陛下受迷惑而杀了大汉皇后，有损陛下英名，未免陛下担上恶名。子夫自行了断。皇后被诬，皇上执意降罪。平阳痛心疾首，愿跪于宫门，以身荐君。若大家相信皇后清白，愿为皇后请命，请与我一同归宫。算不穿光阴的流转，走不遍江中的塞北与江南。诗篇写不完千头万绪纠缠，数不尽百转千回循环，道不尽一生的荣耀与悲欢，有多少能永远？怎么有报丧之声？宫里有人归天。这钟声，这钟声是什么意思啊？是皇后的报丧之声。子夫不能死。开枪换代，唯有你无可替代，愿能携手同入九霄云外。
回来，还你清白！你为什么不等？小人参见陛下。宫中响起丧乐，有人说皇后归天了。是，朕亲手毁了与皇后的和乐之情。陛下一定很爱皇后吧？亲手杀了自己心爱的女人，看着她死在眼前，那种锥心之痛，疼吗？朕确实内疚。宫中上下都相信皇后舍身为她请命，而朕竟然怀疑她。陛下确实不应该怀疑皇后。何出此言？当初不是你力证皇后与段宏有私情吗？是。不过皇后确实是无辜的，她寝殿的锦囊是从段宏身上偷来的，亲自放进去的。那李夫人指控皇后的遗书也是你伪造出来的？是袁术的同谋慕容凤临摹李夫人的笔记，诬陷皇后和我的清白。参见陛下。连段宏都回来，自投罗网，好，圆满了。圆满了！我是带着你陷害我与皇后的证据回来，揭穿你的阴谋。我们在你与慕容凤藏身的草庐里面找到了不少毒药，相信其中就有毒害李夫人的药，还有这些伪造李夫人遗书的证据。哼，不错，是我拿了御赐的绢帛和凝香露，再叫慕容凤临摹其笔记，伪造遗书，连毒杀李夫人都是我的计谋。放肆！你难道不怕死吗？我早就生不如死，忍辱偷生，就是为了替楚服报仇。你奸斩楚服，我要你看着你守护的女人枉死。你更甚，是你下的杀令，害死我的楚服，还有腹中的孩子。所以我要杀死李夫人和她腹中的孩子，更要你亲手杀死心爱的女人，让你痛苦悔恨。你们一心要维护那妖女皇后，如今她却因你们而死，看到你们比死更痛苦，我就大仇得报了。朕看来是不能如你所愿了。因为皇后的加言善行，所以你的阴谋诡计不能得逞。宣皇后进殿。你这妖女竟然没死！皇后仁德，天地福佑。皇上英明，又怎会受你迷惑？这丧钟就是让你以为奸计得逞，自揭阴谋。来人，将袁术拿下！不！我计划周全完美，你不可能不上当的。你计划确实周全，朕几乎也相信了。只是你做的太多，反露出破绽。你在披香殿一再怂恿朕杀皇后和段宏，朕当时已对你起疑，所以就一直在披香殿沉思一切。而且宫中上下干犯死罪，齐心协助皇后出宫，段宏越狱，连凡事都维护朕的亲姐姐也力劝，
朕岂会不查谁是忠良，谁是奸恶？但最后解去朕所有疑心的，是皇后自己。卫子夫，陛下要杀臣妾吗？你以为朕不忍杀你吗？臣妾只是怕臣民会知陛下受迷惑而杀了大汉皇后，有损陛下英名，未免陛下担上恶名，子夫自行了断。就是想证实你对朕的心。朕现在知道了。皇后能以性命来维护朕的名声，又怎会寡情薄幸地背叛朕呢？袁叔，你对我们的恩怨，全都源于一个“情”字。既然痴情，就当知道情在互信，情够深，信亦真。朕再召丽姬来查问，原来是你绑架了她的丈夫。丽姬夫妇情深，你却以其夫君性命威胁他诬告段宏，就为了向我们报仇，竟连累一个弱女子，真是罪该万死！不，该死的是你们，是你们！苍天何痕！我白活了这么多年，都不能为我的妻儿报仇。但你却能与他同行，将袁术拉下去，腰斩。诺。楚佛，在天之灵赐予我复仇的神力。替你报仇了，段大哥。快宣太医令！诺。